男人这辈子一定要谈一个回避型的女人，因为男人攻略回避型的这个过程，本质上就是在不断的了解自己，重塑自己，完善自己。只要你能攻略回避型，那你就能攻略90%的女人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我给你们分享一个真实故事，虽然不一定能给你什么太大的一些收获或者什么大结果啊，但是一定能给你新的灵感和新的思路。这位兄弟呢，他叫阿星啊，他跟我说：焦哥你好，我是做医疗的，今年35岁了啊，我前女友呢24，他是我之前在英国分公司认识的，追了他半年多，谈了2年啊。刚开始呢，我也给他转过账，他不收，我呢也没有管那么多，直到前段时间2周年的时候，我说在格林威治给他买套公寓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对我有点抵触了，经常跟我吵架，各种杂七八糟的事儿一直吵。比如我国内这个女秘书啊，确实是长得比她漂亮点，他就天天说我有事儿秘书干啊，没事儿秘书，真的挺神经的。那个秘书一看都是整出来的科技与狠活，我咋可能看得上呢？但是他就是非要因此跟我吵。还有之前呢，跟英国的一个女合作商行贴面礼，他回去也因此跟我吵了挺久的。前段时间啊，他又说我控制欲强，我就搞不懂了。我不就是想让他回国发展吗？正好年底咱也可以见见家长之类的，这关控制欲什么事儿啊？后面呢，他就联系不上了，消息发过去啊，也不爱回我，甚至电话打过去都不接了。他朋友呢，也不搭理我。焦哥，我说真的啊，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，因为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工作最舒服的时候，再累我也是有干劲的，所以我想跟他修复一下关系。那各位一定要清楚啊，对于回避型的女人来说，你对她越好啊，你越亲近，你越在乎她，她反而会越怕，她会越冷淡，她会越想逃离你。他渴望跟恋人的亲密关系，但是呢，他又恐惧过分的依赖别人，就像你养了只小刺猬一样。平时他会跟你待在一起，但是只要你伸手去碰碰他，他就会瞬间把自己缩起来，然后把最伤人的尖刺对着你。等你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又会眼泪巴巴地看着你，一边怪自己伤到了你，一边呢就希望你能回头。对他来说，真正的爱情不是你对我有多好，而是你离开我以后还愿意回头。但如果你真的回头了，他又会控制不住自己继续去伤害你。所以想要破解这种回避型的女人，关键点在于你要违背人性的本能，去离开来靠近，用冷漠来关心，用放手来征服。于是在我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呢，我就让阿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一切的纠缠行为。他不回消息，那行啊，那我们也别发了呗，对吧？更不用给他打电话，给他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。只不过啊，偶尔的也要给这个女生的动态去点个赞，要让这个女生知道我还在关注你，但是呢，我会保持好一个距离，让你觉得舒服。效果是真的不错的哦。持续1个月之后呢，这个女生有天就主动的给这个兄弟的朋友圈回点了个赞。当时呢，阿星就催我进行下一步啊，但是我还是阻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想要破解回避型，最重要的就是内核要稳，心态要和。而阿星的内核力呢，很显然是不够的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总结了一个方法啊。第一，想要破解回避型，你就要懂得非暴力示爱。就比如说女生对你非常的冷淡，那普通人呢就会去暴力示爱，问他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啊，我很在乎你的。但是非暴力示爱呢，他就会说，如果能收到你的消息，我会更开心啊。给空间，上价值，你不是我的救赎啊，你只是我的点缀，所以你不必有压力。那这个时候回避型呢，他反而会主动去靠近你啊。然后就是第二了，叫做钝感力。敏感会带来焦虑，钝感呢会带来安稳。什么是敏感？就是他不理你，那你就会去胡思乱想啊，你会消息轰炸。什么是钝感？他不理你无所谓啊，等你自己来找我。回避型的女人，她就是一只容易应激的猫，你强行把她抱在怀里，她就会挠你一脸啊。但你如果坐在她的旁边看书，那她可能还会主动的过来蹭蹭你，然后呢乖乖的趴在你的腿上。所以后续呢，我就带着阿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去内化了2个方法论。有天晚上啊，这个女生就给她的朋友圈点了个赞啊，内容呢就是阿星刚开完会啊，随手拍了一张城市夜景。这里呢，我就让阿星尝试着自己去应对一下，我从旁边呢去略阵啊。他呢就主动给女生发了一条消息，说什么？说英国不是才3点多吗？这么光明正大的摸鱼，不愧是你啊！那女生当时就回复说，刚把事情忙完，歇会儿都不行吗？那阿星回复了说，那我也歇了，回聊。要知道啊，回避型的本质它就是一面镜子，
你焦虑他就焦虑啊，你稳定他就稳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告诉你们说，攻略回避型的过程本质上其实就是你在不断的了解你自己，重塑你自己，完善你自己。你在粉碎你的控制欲啊，知道爱不是抓得越紧越好，你在粉碎你的依赖性，知道亲密不等于是共生，你要粉碎你的恐惧感啊，知道安全感只能自己给自己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能很从容地说出那句话，不管你离不离开，我都会继续前进。而这个时候回避型反而会愣住啊，为啥不关心我了啊？不行，我得主动来找你了。果然啊，第二天中午，也就是英国的早晨吧，这个女生呢就主动给兄弟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然后跟兄弟说什么？公司今天买了盆栽。阿星呢直接回复说欣赏不来，国内太卷了，没空搞这些啊。女生呢也直接回复了说有这么夸张吗？阿星说脑子清醒了，要做的事儿啊就变多了。那女生这会儿呢也没有回啊，等到晚上呢，也就是英国的那边的下午吧，啊，她才回了兄弟一句说什么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你们看，这个就是回避型，你真要离开了，他又不乐意了，他又要来试探你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他知道，我可以冷漠你，也可以无视你，但是我不会抛弃你的啊。这个也是每个回避型女人最想要的东西，叫做冷漠的安全感。所以我当时就让阿星回的什么啊？昨天还在给我朋友圈点赞呢啊！女生就回复了说，哈哈哈，不过我暂时没有那种打算啊。各位记住啊，真正的要去跟回避型去想要修成正果的人，他一定不会把爱情当救赎，他身上带着一种帝王才会有的一种冷血式清醒。我可以理解你的恐惧，但我不会忘记你的伤害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用足够强大的自我接住对方的脆弱，用足够很大的边界抑制住关系的腐烂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让阿星是这么回复的：你想的太多了，我确实没那么容易放下，但我更不会栽到同一个坑里。如果你始终躲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期待一场入室抢劫的爱情，那我做不到。我会克制自己的感情，然后强迫自己离开。女生当时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复说，我知道是我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不知道如何和你相处，有些东西我就是说不出来。OK，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回复的？那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再聊吧。我会给你一段时间，但不会很久。OK， 最后呢，这个女生就回了3个 OK 的表情。后续的结局呢，就是前几天阿星跟我反馈说，这个女生回国了，而且还主动约阿星吃了顿饭。那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啊，我倒是专门叮嘱了阿星，在买完单以后一定要去让这个女生 AA， 并且告诉她说，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更合适一点，你觉得呢？阿星一开始呢，他觉得是没有必要的，但是呢，我让他相信我啊，然后直接去实行就可以了。因为回避型的女人，她的理想型恋人就是大家各有3分地，互不侵扰。我是不希望你用恋人的身份，用那种就对我好的理由，然后对我进行捆绑的，这只会让我觉得窒息。我希望我是你的战友，而不是你的附庸。我也希望你能尊重我，而不是控制我。那后来呢，阿星也是按照我所说的做了，结果呢，就这个女生真的还蛮开心的啊，就直接给阿星转账了，还说年初要不要一起去英国待几天，顺带呢还可以指导一下工作。那明眼人其实都看得出来啊，女生嘴上说的是指导工作，但实际上其实就是在给阿星释放窗口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也在跟我的 team 每天去复盘阿星的这个细节，然后给他做周期性计划，尽量帮他明年年初吧就能够圆梦了。那我呢，想经过这个案子跟所有的兄弟们说，破解回避型的答案其实就藏在道德经里的一句话，将欲取之必固于之，你要的越少，得到的反而会越多。所以别再问我什么回避型的女人怎么追了啊，你不需要追她，你只需要重塑你自己，提升你自己，那她自然就会被你吸引了。 OK， 但是啊，回避型的女孩子跟普通的很多女孩子是不一样的，你要识别清楚，不能乱套用哦。还是那句话，只有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，教课只会带你识人性用人性。下课。